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来讲一下之后周年庆会出现的一些东西。那国际服这边是已经公布了，在9月23日就会开始周年庆的活动。至于国服的话，我就不确定。所以登峰造极也是会在那个时段出现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9月20多号左右。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你们的资源、加速，还有你们的钱。那首先策划有说到之后帧率会提升，然后卡顿会下降，这个我在之前也是有提过。不过它这个是针对于手机的，不管你是用安卓设备还是用苹果设备。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用手机玩的玩家应该会比较少一点虽然用手机会比较方便，但实际上我们要打仗的话，手机的画面还是比较偏小一点。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玩家应该是用平板或者是电脑居多吧。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暂时不要讲，我们讲别的。那就是新剧本的事情在之前我也是有猜测过，跟大家讲有可能是关于艾塞尔或者是维京人了。那确实官方这里也是公布了，这一次的故事剧本就是发生在英格兰跟维京之间的战斗。但是你们可以注意看这个画面上的字幕，它是有说到你可以加入维京人，或者是加入这个名字呢是英格兰的原住民名字。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地图或许是只有2个阵营而已，当然这个是我猜测而已啦，并且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自由选择你要在哪一个阵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像尼罗河这样子分成2个阵营，然后一个阵营里面可能由多个小王国组成。至于这个新剧本的详细内容呢，就没有说特别多，也没有演示它的地图设计是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全部都没有讲。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之后官方发布了公告或者是一些消息之后才可以知道。不过在官方频道是已经可以看到预告片了，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很短而已。下一个就是伊恩之歌的更新了。伊恩之歌其实很久没有更新了，我好像印象中是已经有2到3年左右了。这一次伊恩之歌的更新多了一个传送点，大约在玩家进入了这个圈圈之后会有倒数时间，然后传送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怪，还有不同的 boss， 也会获得不同的奖励。那这一次伊恩之歌的设计会变成这样子，我觉得是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一些比较作弊的方式去玩伊恩之歌，就是直接跑到 boss 旁边的保存点，就变成路途上有很多怪我们都不用去打，就略过了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一次多了传送点之后，就变成说我们要把这些小怪全部都清完之后才可以打 boss， 或许是这样子。那这一次的更新除了传送点之外，还有扩大地图，地图变得很大个，还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boss， 有不同的技能。那详细的内容还是要等他们更新之后我才可以介绍。至于在之前我分享过的演示图，其实也是伊恩之歌之后的更新。当然除了伊恩之歌这个副本之外，赛罗利的危机还有奥林匹亚之巅也会更新。现在你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赛罗利的危机，之后还是会陆续增加更多不同的 boss。不过通过画面上我们可以判断一些东西啦，像这个 boss 呢，其实它是有 AOE 的，并且它还会召唤一些服从出来，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有火跟雷你们就知道什么事情了。也就是说这个 boss 它之后出现呢，就是要我们玩家一样的属性去打一样的属性。就像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玩家头上有火，他去打火系列的，然后有雷的去打雷系列的。因为如果你用火去打雷的话，就会发生爆炸，有可能也会炸死你自己。所以至少我现在是已经给你们一点提示了啦，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就不清楚了。至少我看到他们在打的时候是没有发生爆炸的。那详细的介绍我之后也是会出一个攻略跟大家说明。再来，野蛮人终于有亲朋好友了。我们要杀掉野蛮人全家了。那这个画面上各位可以看到有野蛮人好多亲戚有可能是他的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他的老婆、他的孙子还是什么不知道啦。有说到不同等级的野蛮人他们的外貌也不太一样，就变成说我们平时打的野蛮人就不会那么单调了。下一个更新是让我觉得最满意的部分，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是我们现在在游戏中看到的游戏画面，就是你能够把地图缩小的范围有限，就是看到这个画面，并且一直看到有那个云飘来飘去。如果我们要看整个地图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影片创作者呢，是需要整个地图画面给大家看这个 KVK 发生什么事情要做解说，就不能完整的给大家看。但是在之后更新地图就会变成这样，他们是已经把雾完全清除掉了，并且你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这个领土是属于谁的，有什么颜色，不会像之前那样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混在一起。再加上更新之后，你们可以看到更广更大的画面，每个圣地的位置都有明确的写出来哪里发生战斗，并且关卡有开放的就会变成白色，没有开放就会变成灰色。领地也是一样，如果是已经开放的领地呢，就会变成浅绿色，深绿色是还没有开放的。
并且还有一个更细节的地方，就是如果这个地图上啊有一些山脉挡着啊，它都会显示在这个地图上面，这就非常方便管理层或者是军师去安排他们的路线，应该要怎样去建旗帜，要往哪个方向放要塞，对玩家而言观看也更加方便了。所以在这一次他们介绍的更新中，我最满意真的是这个部分。再来就是周年庆的更新了，基本上在之前就已经有介绍过了，不过我今天说一些比较详细的东西。那这一次能够选择的统帅比较多，基本上全部都能选，除了最新的工兵。那我暂时看到官方他们这里所分享的图片，最新是到华莱士跟小西皮啦。不过这个也是官方所演示的画面而已，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根据游戏正式推出之后看有什么统帅可以选择，并且你们可以注意看上面它有写一排字，只能选择你已经召唤的统帅，如果你没有召唤的话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哦。下一个就是我之前有猜过的载具手，原来真的是邀请你已经弃坑的朋友回来。那老实说他这里给了奖励其实还可以接受了，蛮多宝石的，而且还有包括金头。但如果你们想着说我可不可以召唤我的小号回来，我有个小号很久没有登录了，规则是有要求的，你们别以为可以作弊。那首先你自己的城市等级必须要超过12等级，然后你邀请回来的玩家城市等级必须要超过16等级，也不能邀请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你已经没有登录14天的账号。那么这个活动到底要怎么玩呢？如果你要邀请那个玩家回来，你要把画面上这个号码复制给他，如果那个回归的玩家他使用你分享的号码输入进去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奖励。每个回归的玩家都只能使用一个号码而已，那分享的玩家最多只能分享给5位，这就要看各位有没有能力把自己的队友召唤回来吧。算起来总共可以拿到3600颗宝石加1颗金头。还有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推测过的7000宝石活动真的来了，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7000宝石活动里面可以拿到这个钥匙，这个钥匙是拿来兑换奖励的，所以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把7000宝石活动完成。那这边各位仔细听啊，如果你们没有买7000宝石，只是完成第一排的话，总共可以获得500把钥匙。至于在7000宝石里面也是可以获得钥匙，总共有630把，两边加起来总共有1130把。这个钥匙就是拿来兑换里面的奖励啦，这有包括图纸啊，有包括军器、洗炼石、镜头、城市里面的装饰品，还有新的聊天室主题。哇，这个紫色如果要兑换这个新的主题就会比较贵一点啦，需要用到500把钥匙。这个新的主题就有蛋糕还有气球，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年商店呢，它除了可以用钥匙兑换之外，下面还有一个是可以用硬币加钥匙兑换的。第一个可以兑换的皮肤需要用到100把钥匙加100个硬币，皮肤的真力是骑兵攻击力提升 5%， 然后采集速度提升 5%， 但是步兵的防御力会减少 5%。 但老实说这个皮肤设计真的比较好看一点，比起之前紫色的皮肤，这个皮肤还会喷出一些水母泡泡，在晚上看的时候会比较漂亮一点。除此之外还可以兑换很多奖励，这里有包括金头、觉醒石、装备材料、洗炼重置石、军器自选箱、洗炼石预备部队、水晶钥匙、星星、经验书、技能重置卷、扩编展位结晶、资源还有加速。登峰造极的皮肤在之前我也是有分享过动画给大家看，这个城市皮肤也算是万国觉醒里面唯一一个看起来不像城市皮肤的皮肤。独角兽会拍动翅膀，然后也会发射大炮。这一次头像框也是跟着主题，就是以海洋为主，这个是名牌的设计，不过名牌的设计不是这么显眼。还有钓鱼活动，但是这一次钓鱼活动又可以另外拿到一个皮肤，也是以海洋为主题，但是这个皮肤是步兵攻击力提升 5%， 然后工兵的生命值降低 5%。 那这个皮肤看起来就没有这么漂亮了。至于硬币的获得方法也是可以通过很多活动获得，只是看可以拿到多少个而已。再来就是之前有提到过的展位结晶，可以获得的方法变多了，我们每日完成任务之后也可以拿到。联盟总动员也可以获得提升战力的活动，让大家更轻松的去解锁博物馆的技能。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周年庆的活动介绍了，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